我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《黄飞鸿之三：狮王争霸》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舞狮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舞狮绣球的制作视频。舞狮是我们中国优秀的民间艺术。舞狮有南北之分，南方叫做醒狮。舞狮被认为是驱邪避害的吉祥瑞物，每逢节庆或者是有重大活动，都会有舞狮助兴。在清末和民国时期，舞狮也跟随着华人移居海外而世界闻名。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地以及各国唐人街都相当的盛行舞狮，有华人之处必有舞狮。民间舞狮活动虽然由来已久，但这门艺术起源却是众说纷纭。相传唐明皇游阅殿时，在街前出现了一只五彩缤纷、阔头大鼻的独角兽对着唐明皇，但他并没有恶意，又在街前滚球，姿态威武。唐明皇醒后要重睹这一奇象，他让近臣照着他的梦境将瑞兽模仿出来，配以雄壮的锣鼓编舞。从此以后，舞狮便流入民间。白居易有诗云：假面胡人假狮子，刻木为头丝作尾，金镀眼睛银贴齿，凤絮毛衣百双耳。可见唐代已有狮子舞。最初北狮在长江以北比较流行，南狮在华南地区和海外比较流行。近年来也有传承人将二者进行融合，编出了南狮北舞，主要是用南狮的狮子，北狮的步伐。南狮又叫醒狮，以广东省等地的醒狮最具有代表性，分为文狮、武狮和少狮三大类。南狮的造型比较威猛和写意，在嘴角和眼睛处有厚实的绒毛，狮头借鉴了戏曲脸谱，色彩艳丽，以三国英雄人物刘关张赵马黄6位人物的越剧脸谱基础设计而来，配以不同的装饰。南狮也有很多表演方式，我们最常见的就在于采青了，有生意兴隆、生财的寓意。北狮造型酷似真狮，全身披金色的黄毛，头上有红结者为雄狮，有绿结者为雌狮。一般是手持绣球的引狮郎与狮子默契配合进行表演，这也形成北方舞狮的一个重要特征。我们今天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绣球了。我们今天制作的绣球和传统舞狮绣球有一定的差别。传统的绣球更注重实用性，我们这里制作的绣球会更具有观赏性一些。利用我们身边容易获得的材料，用另一种创新的方式来进行制作。这里想到的是用景泰蓝掐丝的方法来绘制球上的图案，选择了中国非常传统的纹样二龙戏珠。这个纹样也经常的被用在中国传统服饰、建筑、彩绘以及艺术作品中，上面还增加了祥云、水浪等吉祥的图案。每填好一个色块都需要用 UV 胶封层并照光固化，还不知道这个胶用法的小伙伴可以观看前面的视频。其实这一步是非常耗时的，就这样上一块颜色封一块层，直到整个球都烤完。这里龙的身体和花纹的部分填充一些珍珠或者是珠链，会让整个图案看上去更丰富一些。整个底用天蓝色、湖蓝深色突出层次感。龙这里用的是一只红色，一只绿色。每涂完一个颜色需要用胶封层，最后上完以后，在整个烤焦半个小时以上，以防有的地方还没有烤够。这种2层的镂空绣球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做，除了需要在中间的球形上增加细节以外，
还需要计算镂空外层圆形的拼接大小。我这里是先用竹签试了3次大小，最终才开始制作的。3种型号的圈有一个尺寸，如果不合适的话都捆绑不起来。这里用铜圈焊接来进行制作。焊接好了以后，再在圆球上进行敲形，用酒红色的丝缠绕在铜丝的外面。再来3个3个的进行组合，这样一层一层的组合上去，最后组合成为一个圆形。每个接头的地方都镶嵌上一颗仿绿松石，会让整个绣球细节更加的丰富。首先组合一半，留出一个开口，再将球放进去，再组合另外一半。全部组合完毕后，这样球就会被包在里面。再在绣球的外侧增加一些流苏，最后再加上醒狮的铃铛，整个武士绣球就完成了。醒狮原名为瑞狮，意为吉祥如意。直到鸦片战争的战火延绵到了南方，因为瑞字方言谐音睡，具有民族忧患感的佛山人将其改名为醒狮，寓意醒狮醒国魂，击鼓振精神。从此有华人之处必有醒狮，这也成为了扬民族之威、立中国之魂的重要仪式。在这新春佳节之际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虎年大吉！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